肖木木出生在一个卡牌世界，他所在的大学一共分为3个学院，分别是福盛、新克和艾克西斯。此时正值学院1年1度的考核测试，每个人都卯足干劲，因为他们召唤出来的精灵会直接加入卡组，这也是获得卡牌的重要渠道之一。其中一人道：“来吧，怪兽召唤，出来吧，精灵剑士！”下一秒，一个身披绿色甲胄的剑士挥舞着长剑劈开岩石。班主任利弗赞许点头：“不错，虽然攻防不是顶级，但等级到了4星，大一就能召唤出这种程度的绝对怪兽，可以说是未来可期了。”可斗红是这份得意，却并没有持续太久，因为下一秒就有人惊呼：“天啊，这是5星级的光芒！”众人纷纷转头看去，居然是同伴的徐风来。等光芒散去，一个身披斗篷的魔法师族怪兽被召唤到场上，狮子男巫5星级，攻击力1350。利弗点点头，不错，居然能召唤出上级怪兽，天分很高啊！要知道，3只狮子男巫加在一起，甚至能够打败传说中的青眼白龙。刚夸完，结果下一秒，一声苍劲有力的龙吼直冲长空，从召唤兽光芒中现身的，赫然是一条通体漆黑的巨龙，真红眼黑龙，7星级暗属性怪兽，攻击力2400。利弗瞪大双眼，居然是真红眼黑龙！召唤者火阳语气平淡：“老师，这就是我的召唤兽了。”竟然纷纷惊呼：“天啊，居然是火阳赛特，赫赫有名的大贵族赛特家族次子！傻，听说他2年级的姐姐当时召唤出的怪兽就是传说中的青眼白龙啊！”当然了，有人欢喜有人愁。在试炼场的角落，一个少女蹲在地上：“拜托，这次一定要成功啊！求你了，卡米萨玛，我已经没有多余的机会啦！”没错，吊车尾肖木木从入学到现在，只能召唤出没有任何战斗力的1星通常怪兽，没有强力怪兽，在实战生活中一路败北，赚不到足够学分，从而陷入恶性循环。再这么下去，来上几次，只怕结局就只有退学了。班主任一咳嗽：“放轻松，肖木木同学，相信自己，你半年来的努力是不会白费的。”他点点头：“谢谢你，利弗老师。”深吸口气，一挥手，赌上我的全力，我的灵魂，我的一切，聚集的祈愿降临吧！下一秒，召唤法阵发出爆裂雷霆，狂暴的魔力居然比刚才召唤真红眼黑龙都要夸张。这一瞬间，所有人都为之侧目。难道说那名吊车尾要逆天改命了吗？可等一切归于平静后，肖木木面前没有出现任何一只绝对怪兽，反而是手上多了一件奇怪的饰品。这是什么？最后满脸沮丧，居然连怪兽都没有召唤出来嘛！我身为九斗的生涯已经结束了。可这时，千年积木发出剧烈震动。等，这是什么？等一下，不干！与此同时，另一边诸神空间内，马飞一耸肩：“很抱歉，你已经死了。”你摇了摇沉重的脑袋，想起来了，我刚才是从卡店买完牌出来着。然后最后的记忆是一辆大卡车，也就是说我撞大运了。可惜了，本来都要参加游戏王国际赛事的决赛了，只能到此为止了嘛。可主神马飞呵呵一笑：“虽然你应该去轮回了，但像你这样的打牌人才死掉太可惜了。我有个很好的去处，那是一个充斥着决斗怪兽的精灵大陆。”听完后，眼前一亮，好，我要去。萝莉主人一挥手，意识一阵模糊，等你再醒来的时候，就看到了眼前的少女。根据他之前交代的细节，你很快搞清楚了状况，也就是说，我成了这个家伙的背后灵了嘛？没有完成考核的肖木木一脸沮丧。刚才和你的交流中，他也搞清楚了是怎么回事。马上就要到期末的实战测验了，要说再输就要被退学了啦。可这时你呵呵一笑，既然如此的话，要不要试试看和我交易呢？既然你提供了千年积木让我寄宿灵魂，那作为报答，以后的觉得我可以帮你。帮我？那当然，别看我这样的，我打牌还是很厉害的。然而肖木木的运气不是太好，因为就在下午，班主任公布了大家的实战测试对手，他随机到的正是那个召唤出真红眼黑龙的公爵之子霍阳赛特。完了，这下怎么办呀？我的都是低杂鱼怪兽。你呵呵一笑，先别着急，我记得这个世界有炼制卡牌的渠道吧？可那都是需要耗费周文点数的。我现在唯一一张比较稀有的就是地级卡牌了。哦，是哪张？结果掏出来一看，冷汗都下来了。手札交换，这比想象中的还要严峻啊！这张卡的效果是双方互相公开手牌，然后互选一张加到自己手卡。虽然看起来是1换1，但实际上算上这张卡本身是亏牌的。这说你把仅有的学分练成这张卡的理由？因为我的怪兽太弱了呀。我在想，如果能用我手里的换对方手里更强力的怪兽，不就很赚了吗？你叹口气，思路还可以，至少说明你有认真思考过决斗了。说到这儿，他眼眶一红，小珍珠居然掉了下来。谢谢小范先生，从入学以来第一次在决斗方面被夸奖了。没错，身为万年吊车尾，不管怎么努力都没有回报，只有无数次的失败，一遍遍压迫着自己。这种不被任何人认同的绝望，一直憋在心里。今天第一次被认同了，谢谢你。当然了，这个声音也吸引来了图书馆的管理员大二的冷若雪学姐，真可怜啊，肖木木。没事的学姐，让他想起来另外一个事情。没错，想要应对接下来的战斗，必须还要炼制一些新卡，但是没有中文点了咋办呢？你给的意见很简单，那就借。
虽然利息要一天10%，萧木木还是有点犹豫。你家的炮火破釜沉舟，至死第二后生，大胆拉满，实战测试赢了就30学分了呀！他这才下定了决心。负责这块的正是冷若雪学姐，听到这个消息她很吃惊，但还是同意了。接下来炼制卡牌的话，根据你的建议，花30点炼制了一张 C 级魔法300古区，剩下的70点炼制了7张 D 级卡牌，例如陷阱卡奇策。那也有人会问啊，那神圣防护罩、反射精力和魔法筒还有强运之护这种卡呢？答案就是他们太贵了，买不起。出图书馆的时候，一个声音叫住了萧木木。木木同学，我能看出你的觉醒，明天的确是一场恶战。这几年你常来图书馆复习，你的努力我都看在眼里。喏，这张卡拿去用吧。萧木愣了一下，这个是可交易卡牌。这种非自己炼制的卡特别稀有，只有2种可能：一，实力强大的决斗者离世了后，他最重要的卡牌就会被力量保留下来；第二种则简单的多，那就是进行黑暗游戏，胜者可以拿走败者的一张卡，被拿走的那张就会变成可交易卡牌。学姐，在学院里拿出这张卡太危险了。他呵呵一笑，放心啦，这张卡的来历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，这是我祖母留下的牌。我想比起由我来使用它，现在的你会更合适一些。翻开卡牌一看，是一位可爱的蓝色长发少女，领取新杯的巫女，2星通常怪兽，攻击0，防御力2100。可这么珍贵的卡给我会不会？刚想拒绝你出声，别推辞了，我们现在需要这张卡。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影响明天的战斗。萧木这才重重点了点头，非常感谢你，冷若雪学姐。他呵呵一笑，这孩子虽然是没落贵族出身，但的确是个内心善良、要懂礼貌的好孩子。很快时间来到第2天比赛，观众们议论纷纷，那就是1年级的吊车尾女孩啊，长得还蛮可爱的嘛。嗨，颜值可无关实力，这场输了可就得面对退学喽。况且他对面还是赛特家族的那位，对面的火阳一脸淡定，压迫感十足。萧木则是紧张咽了口口水，我们能行吗？你呵呵一笑，放心吧，交给我，放空大脑，灵魂交换。一路光芒过后，火阳只感觉对面的人眼神好像变得犀利了，这什么情况？但是问题不大，终究还是吊车尾而已。那么9头开始，实战测试双方血量各为2000，你拿下先攻，我的回合抽卡，里侧手背表示召唤一只怪兽以及盖一张卡，回合结束。这回观众中，萧木木的闺蜜温雅贤察觉到了不对劲，好奇怪啊，这真的是木木吗？第一次看他决斗这么潇洒自信，这种感觉就好像换了个人。火阳冷笑，虽然学会开放魔法陷阱卡了嘛，难怪有勇气站在我面前，但是无论你变化多大，萧木身为吊车尾的你绝对无法超越我。我攻击召唤表示蜥蜴兵，上把切碎敌人，一刀下去，该方的怪兽显示出真容，居然是一只1星的悠悠，惨叫一声啊，切成了2半。可看到这一幕，念然却无比兴奋，没想到精灵怪兽居然会这么真实的出现在眼前，有趣，太有趣了。可火阳呵呵一笑，无意义的挣扎，我盖放一张卡，回合结束，轮到你的回合。而看到这张卡，萧木几乎萧凡先生，这张卡是来的正是时候。为里侧手背表示再召唤一只怪兽，火阳笑了，畏畏缩缩，连只怪兽都不敢正面召唤吗？哦，你怎么知道防御又何尝不是一种战术呢？等你先真正打赢我，再嚣张吧。火阳赛特，萧木是真的尴尬呀。哎呀，不可以，萧凡先生，我是不会说那种台词的，请不要做多余的事情。你耸耸肩，那你迄今为止还真够憋屈的。正所谓打牌不放狠话，不如回家卖地瓜。这下轮到火阳的回合，他冷笑，真正答应你。好，我这回合就满足你的愿望，让你见识下吊车尾和精英的差距。怪兽召唤神力女武神，观众们发出惊呼，竟然召唤出了4星攻击力1800的怪兽，这已经是这个等级 T0级别的攻击力了吧？真不愧是胜率100%的年级最强火阳啊！他又派出这张卡，还没结束，我将 C 级咒文魔法精灵之光装备给神力女武神，攻击力再次提升400点。上把我的怪兽们，先用蜥蜴兵将你的杂鱼粉碎。可下一秒盖卡翻转，一个少女漂浮而出，展开屏障硬接他一刀，呵呵一笑，果然上当了。我手背召唤的怪兽是领取新杯的少女，她的手背力2100点，远超蜥蜴兵，所以将你承受这1000点的差额伤害吧。火阳咬牙，那我打开上回合覆盖的陷阱卡，攻击无敌化，这次战斗阶段我不会受到战斗伤害。观众们纷纷惊呼，出现了，是 B 级的召唤陷阱卡，特殊情况下比攻击无力化要更加灵活。你眉头一挑，哦，不愧是年级第一，果然有点实力。但你以为这就是全部吗？发动陷阱卡反击拳，被攻击的怪兽手背力比攻击怪兽高的时候，将攻击怪兽破坏。蓝发巫女一拳挥出，锡兵当场粉碎。火阳脸色一黑，女武神给我继续攻击。下一秒，蓝发巫女被劈成碎片。萧木木，你捡了条命啊！不过下回合你绝对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。一旁的冷若雪学姐叹息声，最多也就只能抵挡到这种程度了嘛，已经做得很好了，木木讲。可你呵呵一笑，哦，在你看来是侥幸吗？
可在我看来这是必然。我的回合抽卡，再次覆盖一张怪兽，盖一张卡，回合结束，轮到火阳，他拍出一张卡牌，这一次绝对不会让你再有机会逃脱了。看好了，这就是你和我之间最根本的差距。发动 A 级皱纹卡强欲之虎，没错，这是需要400点皱纹点数才能练成的禁卡级别，效果简单粗暴，抽2张卡，而且还没完。就在火阳抽出卡牌的瞬间，一头庞大的黑龙幻影出现在身后，这种洪水般的狂暴龙威，猜都不用猜，火阳赛特终于抽到那张传说中的卡牌真红眼黑龙了。所有人都同时产生一个念头，这场决斗的胜负已经没有悬念了。一旦成功召唤，小木再怎么努力挣扎，在绝对力量面前都只是徒劳罢了。面对我吧，杂鱼！发动魔法卡，手背封印，将你场上覆盖的怪兽变为攻击表示。盖卡被强制翻转，仔细一看，是一只长了翅膀的沙漏，攻击力700，结束了。小木木，你根本没有让我使用真红眼黑龙的资格。我召唤龙魂之石像，然后女武神啊，挥剑开辟胜利的道路吧！一剑挥出，沙漏被粉碎的同时，冲击力将你打得节节后退，好痛！龙魂之石像直接攻击，要是接下这一击，毫无疑问生命值就归0了。可这一瞬间，你场上盖卡翻转，陷阱卡击策，从手牌中丢弃一只怪兽，场上怪兽下降，丢弃怪的攻击力。我丢的是700攻击的火焰恶魔，所以龙魂之石像的攻击要从1100降到400点。小木木真的吓坏了，小范先生，我们真的差一点就死了。火阳这会大笑，乖乖承认败北也是尊严的一种体现。小木木，你的生命已如风中残烛，胜负没有悬念了。可这话出来的瞬间，你眉头一挑，你刚才说的那句话对吧？我的回合抽卡，看向抽到的卡牌，呵呵一笑。火阳，这风中残烛的100点，将是你永远也无法跨越的屏障。小木心中惊呼：小范先生，这张卡是……没错，是我们逆袭的关键卡，也是你坚持至今努力的证明。就让我们用这张卡拿下胜利吧！我该放一张卡，接着发动魔法卡手札交换。没错，这张地级魔法卡正是小木坚持了半个学期，用决斗之后的方式勤勤恳恳赚取学分，才终于成功炼制出的卡牌。同时，这张卡也将伴随着他的努力一起，在这个瞬间，在这场最重要的决斗中绽放出最光辉绚烂的结果。永不放弃的精神，正是抵达希望彼岸的密钥。根据它的效果来交换手牌吧，火阳。什么？What the fuck？ 这一刻，他终于露出了自决斗开始以来第一次的震惊表情。相互展示手牌，毫无疑问，你手里只有小木木那一堆毫无战斗力的杂鱼怪兽，可对方手里此时却捏着那张传说中的卡。我要的当然是你的王牌真红眼黑龙。火阳已经震惊到为父家，怎么可能？不，可再怎么不愿意，规则效果他无法拒绝，于是只能在众目睽睽之下，眼睁睁看着小木木从他手里拿走了那张王牌，而他则拿到了一张杂鱼，脸色阴沉。这可不是你能驾驭的力量，小木木。召唤真红眼黑龙至少也需要2只极品怪兽，但你的场上却空空如也。场外的冷若邪点头，没错，一回合只能进行1次通常召唤。以小木木目前的场面，根本不满足召唤条件。就算是你用花招获得了远超你自身的力量，也是徒劳的。你却摇头叹息一声，从刚才开始就一直逼赖个不停，真是烦人啊！火阳，你这个吊车尾也敢嘲讽我吗？我倒看看你怎么翻盘。然而此时此刻，你后场那张盖卡正在闪闪发光，一打响指，胜利的方程式已经确定。为了刚才不被你交换走，我才提前特地盖下的呀！发动盖卡300股区，效果是将墓地里的3只2星以下通常怪兽复活。回来吧，我的怪兽们！悠悠领取新杯的巫女，生命之沙漏，这些杂鱼怪兽一个个重新出现，火阳下巴都快掉下来了。怎么可能有卡牌一口气就能凑到3只鸡皮？你深吸口气，只使用3星以上的怪兽，自诩学院金的 No.1 有，自然是看不上这种卡牌。但这恰恰就是你眼中的杂鱼们弱小怪兽的战斗方式啊！没错，这是小木木唯一一张 C 级皱纹，用来配合2星以下且没有效果的通常怪兽才能发动的魔法卡。好了，我将场上的悠悠与生命之沙漏作为祭品，燃烧在天空与大地之间的黑炎龙，为我们带来胜利吧！祭品召唤真红眼黑龙，2只怪兽化为白光消失，下一瞬间，随着一声恐怖咆哮，一只巨大的黑龙从你背后浮现，7星级暗属性龙族，攻击力2400，这才是真正的结束了。真红眼黑龙将龙魂之石像燃烧殆尽，黑烟弹喷发，被恐怖的黑烟淹没的一瞬间，火阳才看清现实。不，生命值归0，小木木首战告捷。好啦，打牌吧，在剑与魔法的异世界第1集的故事就结束啦，第2集正在加急制作中哦。不过想提前看后续的，可以在本视频置顶评论区的刺猬猫阅读 APP 中找到哦，链接我已经挂在视频下面和置顶评论区啦。打开后搜索打牌吧，在剑与魔法的异世界里就可以搜到啦。
第一个就是了，原作一共600多章已完结，是一个在魔法世界里打牌的故事，足够一口气看到爽啦。不过我也会继续更新本系列，投币过1万，我们3天内更新下一集。那么我是卓卓，我们下集再见，拜拜。